最近余承东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Windows 的 PC 电脑可能要停止供货了。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华为呢将会使用鸿蒙 PC。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表扬啊。本周呢，科技圈又发生了很多重磅事件，和主播一起来表扬一下。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哈哈啊打在我们的窗帘上啊。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点在这个上。开始。本周年度重磅机型 iPhone 16终于发布，不过在各大门店门口好像没有看到往年排大长队的情况啊，基本上呢就有点排队，人不是很多。来问大家啊，你觉得今年的 iPhone 16相比较于去年的 iPhone 15是销量更高了呢，还是销量变低了呢？觉得销量会更高打个1啊，觉得不如 iPhone 15系列的销量打一个2，看一下大家的判断。从知名分析师给出的消息来看啊，今年首周 iPhone 16的销量只有3700万部，这个销量呢是明显低于去年的首周销量的啊，应该说今年 iPhone 16整体卖的就比较一般。还不到4000万部啊，这个对于苹果这样的大的系列来说呢，还是有点让人纠结的。那从数据来看，相比较于去年的 iPhone 15呢，减少了大约12.7%。来问大家，你觉得 iPhone 16的销量不及 iPhone 15，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主播个人判断来说呢，首先还是造型方面啊，两代产品摆放在这里差别不是很大。还都是硬朗边框，基本造型没变，特别是 Pro 版本，反倒是标准版啊变化还稍微多一点。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今年的 iPhone 啊，就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它并不是完全版。由于在除英语国家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现阶段的苹果 AI 仍未上线，所以个人预计在4季度甚至明年年初，它的销量呢才会迎来正常的回归。有同学表示啊，你说销量低就低啊，有没有什么佐证呢？最新消息，分析师表示啊，苹果呢已经开放了员工内部购买通道啊，就是可以有员工价打折来购买自己的 iPhone。以往呢，通常是要隔很长时间才开放，但是现在刚开卖就开放。那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在你自己的工作的公司也好，单位也好，你们那边有这种员工内部价吗？有福利吗？一般是几折呢？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食堂啊，或者你在饭店啊，或者你是卖什么东西的？看一看。有同学表示啊，销量不如去年，那不是很简单吗？本代 iPhone 16拥有经典的60赫兹护眼屏幕，拥有128G 超大内存（括弧不是内存是存储）。拥有稳定不发热的27瓦极速快充，这样的产品只卖你6000元，还不够打动你，让你买 iPhone 15吗？说到充电，本代 iPhone 16的话呢，从之前的爆料来说啊，是支持到最高45瓦的充电，但是呢，从目前已经拿到的机型来做测试，日常工作的充电状态下，它最高只能到27瓦。这个咋说呢？虽然有些同学吐槽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解释得通。3C 认证的时候是说我们支持45瓦，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支持就一定要保持在45瓦的那个充电功率。就咱为了长寿，我们可以选择稍微低一点的充电功率。很多时候啊，这个人体就是这样的啊，你如果总是在极限位啊卡着极限往那跑，没2天就累死了，是吧？咱就慢慢的细水长流。我的建议不是45瓦是峰值功率吗？不如啊，咱平常充电呢就4.5瓦，咱慢慢充呗，反正你也不着急用。有同学说，主播你是不是在内涵讽刺我们苹果啊？并不是，我觉得呢，其实既然引入 AI， 不妨加入一些真正的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晚上睡觉前插上手机充电器，那你完全就可以把我限制到4.5瓦，涓流充电1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机充满就行，手机充完还不发热，还能保护我的电池。大半夜的你充那么快那么烫干啥呀？是不是没这个必要？白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一检测我的手机目前0%电量快不行了，此时插上电，苹果立刻给我开放45瓦的快速充电，10来分钟给我充个40-50%，我可以拿着安心去上班。怎么样？觉得主播这个方案合理啊？可以打一波6，对吧？咱说苹果啊，不是不让你用低功率充电，你得分时候，有时有色的。是吧？你说我急得要命，你还给我来个低功率，对吧？我不着急，我在这睡觉，你给我蹭蹭来快充，是吧？这能不能稍微学会点变通，是吧？不是不让你慢，你得分时候。
火烧眉毛了，你还这么慢干啥呀？iPhone 16 Pro Motion 啊，可变刷新率。咱们直接明年 iPhone 17就来一个 iPhone 17 Pro， 一个 Pro 是 Pro Motion 刷新率，另外一个 Pro 是 Pro Charge 可变充电功率。库克表示，还是得主播来上班，是吧？这卖点不就来了吗？既然说到 iPhone 17，来看 iPhone 17。知名分析师给出爆料，如果你对 iPhone 16不满意的话，那么明年的 iPhone 17将会采用第二代3纳米工艺，而后年的 iPhone 18将会采用台积电首发的2纳米工艺。此消息一出啊，引起了业内人士对于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 iPhone 的期待。目前呢，还有一些消息说，台积电可能会在3纳米以及2纳米之间推出渐进版本啊，也就是 N3E 和 N3P 啊，这也是目前大家可能有所耳闻的改进工艺。当然啊，如你熟悉的那个消息，出于成本考虑，将会只有部分机型啊，应该也就是 iPhone 18 Pro 会采用2纳米工艺，而其他的机型呢，还是会采用3纳米工艺的改进版。对于处理器芯片制成迭代的消息，觉得期待的同学可以打一个1啊，觉得无所谓啊，不是很重要，打一个2。今天是9月20号，也是 iPhone 16正式上市的日子，而恰恰就在今天7个小时之前，微信正式更新了全新版本。本次更新内容为解决了一些已知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记忆再差，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啊！就在前1-2周，还有那么多的传言表示微信它不会上 iPhone 16。而现在1个月之前啊，咱们也反复的去强调啊，主播当时也聊到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假消息。如果真的微信它不上 iPhone 16了，咱们就抽奖送 iPhone 16，哈。那如今既然微信上了，咱们话付前言是吧？该送还得送，可以点进我们的主页频道，我们正在送出 iPhone 16一台。我管你上不上，上不上我们都送。简单说啊，微信呢用事实证明我们和苹果还是很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不光如此，就在最近一天，微信官宣啊，朋友圈支持实况照片啊 Live Photo， 并且仅适配 iPhone 用户。目前呢，你在发朋友圈之后，也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动态功能了。有同学表示说你这为什么只支持 iPhone 呢？啊，微信这为什么不支持安卓呢？来问大家，你觉得安卓阵营这边的微信朋友圈什么时候能支持这个 Live Photo 功能？大家可以把未来的时间打在弹幕上啊。你说是1个月后啊，还是100个月后？有同学表示啊，主播是不是疯了？疯狂在这黑我们微信？什么叫100个月后？我们微信适配一个小小的功能，有那么慢吗？大家觉得多少个月后能适配？主播并非瞎编啊，啥意思？目前微信支持的苹果的实况照片，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苹果的实况照片是多少年前的技术了？苹果的实况照片啊，首发在那遥远的2015年，9年前首发的 Live Photo，9年之后，微信它终于适配了。我说100个月后适配安卓，这个猜测你觉得过分吗？有弹幕表示啊，主播你这个节目不是叫表扬吗？能不能用积极的话来评价一件这样事情？确实啊，我也觉得不应该总去吐槽厂商。我评价这件事情就是10年磨一剑，调不好不发布啊。想起了这张图啊，Xbox 玩家呀玩不上黑神话，纷纷表示问微软，你问了没有啊？现在安卓阵营的用户啊用不上 Live Photo 啊，纷纷问安卓手机厂商，你们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呢？最近几周啊，一直有同学给我们发私信啊，问主播我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苹果的 iPhone 16发布会啊？为什么没有到阿美利卡本土苹果园区去呢？你看人家国内这么多媒体几乎都去了啊，就你没去，你到底是咋想的？不是看了今天咱们节目，你心里还没数吗？就主播做节目这个内容能去吗？成天给苹果出各种各样的主意，你说主播如果真去了阿美利卡，万一让苹果给我留那儿咋整？库克跟我说 Good morning， 库克跟我说你留着上班，你说我是留还是不留，对不对？来问大家你觉得如果苹果让主播去当 CEO 觉得主播应该去打个1啊，觉得主播应该继续每周表扬苹果打一个2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判断。好啊，不开玩笑啊，咱也很羡慕啊，也很羡慕去到现场和这个众多大咖交流啊，无奈啊，咱这个水平有限，还在完善，努力吧。PS5 Pro 凭什么卖6000多呀？
上周咱们聊了 PS5 Pro， 很多同学表示打死也不买啊，这个产品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它哪来的信心？比近似配置的 PC 电脑还贵，谁买它呀？那大家觉得索尼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呢？上周咱们分析了一波啊，包括明年即将到来的 GTA 6啊、护航大作等等，还有原因。注意看，外媒最新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蓝色的啊这是索尼，绿色的这是微软。本世代 PS5 和微软的 Xbox 之间，目前呢 PS5 的销量是远远大于 Xbox。销量大概有多少呢？其中索尼 PS5 的出货量已经来到了6100万台，而微软的 Xbox 销量呢仅为2800万台啊，也就是说索尼目前比微软的2倍啊还要多一些，难怪它这个 PS5 Pro 啊定价定的这么夸张。按照索尼的想法啊，就是我这个 PS5 Pro 一台都卖不出去，我的销量也比微软那边2倍还多，对吧？咱家底儿厚。难怪是吧？心里有底，既然你有底，那我就没钱。说起游戏机，本周最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就是任天堂的 Switch 第2代正式被泄露不是任天堂自己说的啊，是被泄露了。来啊，先看一下泄露的外观。从多个信源表示啊，这个外观呢应该已经非常接近下个月即将发布的 Switch 2代了。来，朋友们满分100分，对于这个外观你打几分呢？有同学说这有啥区别啊？答案还是有区别的。实际上从屏幕比例上来说呢，相比较于现款的 Switch， 它的屏幕明显变得更大了一点。从现款的7寸已经来到了8寸以上，是一款妥妥的大的掌机了。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变化啊，首先是 Joy-Con 手柄这边，注意看，本代 Switch 采用的是滑轨的形式，长时间使用啊，滑轨可能会有这种松脱的情况。而下一代的 Switch 第2代会发现这边采用的是卡扣形式。也就是说啊，从侧边这块插入到主机的侧面，再用内部电磁铁来磁吸的方式。它的卡扣呢也是这种阴阳卡扣啊，有阳口、公口、母口互相的锁扣插入的方式来锁定。除此之外呢，我们直接对比一下 Switch 1代和2代，外观这边能明显感觉到屏幕尺寸大了不止一点点。而背面的变化呢也是如此啊。首先呢是背面和 OLED 版本 Switch 类似，大面积的弯折的支架。而从侧边能看得更清楚啊，这边的配合手柄的侧向插拔的卡扣，而上一代 Switch 1代是滑轨形式。接着看侧边的数据啊，大面积的散热孔位，并且呢增加了 Type-C 接口，保留了 3.5 毫米耳机接口，好评。背部呢变化不大啊，仍旧是直板而没有握把。再看一下背板整体的造型，从目前大量的爆料来看，任天堂呢将会在本财年结束的时候正式带来下一代的 Switch 啊，注意啊。在任天堂的财年统计里边啊，不是到今年的12月份，而是到明年的3月份是一整个财年，所以理论上啊，最晚是到明年3月份才会发布 Switch 2代。但是从更多的爆料显示呢，在下个月任天堂就有可能带来他们的全新产品啊。来问大家，你觉得是10月份发布这台机器，还是明年的3月份发布呢？觉得10打一个10月份的10，觉得是明年那就打一个3，看一看同学们的判断。除此之外呢，还有性能方面，据爆料呢将会采用12G 的内存，注意啊，上一代的 Switch 只有4G 的小内存，并且会支持 HDMI 2.1 的视频输出以及256G 的存储，包括性能部分呢也会增强很多，预计可以达到 PS4 Pro 的性能水平啊，也大概是几年前的水平，作为掌机已经相当不错了。最重要的是价格，预计初期价格为400美元，约合人民币呢2800元。关于这条消息呢，目前在网上也是轰动一时啊，很多人都等了这么多年，说终于要来 Switch 2代了。但是能上咱们节目里的内容啊，我劝你都要冷静的观看啊，啥意思？我个人觉得这个产品啊，它也许不是 Switch 2代。前几期节目咱们做过详细分析，本年度 Switch 仍旧能卖上千万台啊，也就是说它仍旧是一个非常热销的产品。卖的这么好，你突然推出下一代，把这一代产品就给嘎掉了，这不是很合理啊，是不是？所以我有一个合理的大胆的推测，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和现款 Switch 它真的就差别不大，好像变大了一点点。那么结合任天堂一直以来的做法，注意看，这是任天堂之前的热门 3DS 掌机，而这是任天堂后续推出的 3D XL 放大版本，它们的机能是完全一致的啊，只不过是屏幕变大了。
然后又卖了好几年。当然啊，这任天堂不可能只卖这一个变种型号。从2011年到2017年，任天堂发布了一堆改版机型，从原始的变大的、变直的、变没 3D 的、变没 3D 又变大的、变没 3D 又变大又变便宜的，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啊，保证有一款能掏空你的钱包。那我们再反过来啊，继续看这款所谓的 Switch 2代，你说它和变大的当年的 3DS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所以我大胆地判断啊，现在 Switch 卖得这么好我估计任天堂它没那么快推出下一代产品，没准即将到来的这款产品就叫做 Switch XL， 也就是放大版。机能完全没变化，让你感受一下 8.8 寸 720P 屏幕的震撼。觉得主播猜对可以打6了，还不止呢啊！再过几年，我们还会为您推出 Switch XL OLED 版本。说归说，笑归笑，我真心希望我猜的是错的，因为从 Switch 当年公布到现在，已经过去9年的时间了。9年啊！任天堂，你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在 Switch 上以1080，我不要求 4K 啊，1080 60帧玩一玩塞尔达就行。你说你现在 720P 30帧都满足不了，对吧？进塞尔达游戏大场景都是10几帧，你说这说归说笑归笑，任天堂啊，加油！有的人说主播是不是瞎编啊？你仔细看啊，当年从11年 3DS 上市啊，一直到17年最后一天，中间是每隔几年就推一款。而从 Switch 刚开始上市到现在，也差不多该推出放大款了。来看老朋友贾跃亭，好久没聊贾跃亭了。来看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啊，又有什么新动向？贾跃亭宣布啊，法拉第未来子品牌公布啊，定名叫法拉第 X。我们的目标啊是成为汽车行业的丰田，还做了一个 PPT。来吧，朋友们啊，大家是否看好法拉第未来的子品牌啊，法拉第未来 X 啊？目前呢，贾总宣布啊，这2台车啊将会定价在10多万到20多万啊，产品分别是 FX5 和 FX6。预计呢，产品将会于2025年末啊正式上市。没了，来吧，同学们，大家给这个贾总的子品牌 FX 满分100分打一个前景的预判分数吧。我翻了这个法拉第未来整场发布会，一辆现车、一辆模型车、一辆概念车我都没看着，就这几页 PPT。不是我就想问，我说这贾总你现在是啥情况啊？这原来的时候你法拉第未来起码还有一辆现车，对吧？你融资还，你现在这子品牌连车都没有，就这几页 PPT 啊！你这效果图也不用做，只有文字的 PPT 就出来融资了，这也太容易了，这高啊，实在是高。想起了我去玩游戏是吧？第一个号练废了，开个新号咱们再重新练呢。觉得主播说对可以打6。看同学们弹幕啊，表示这个纯粹坑人，这一年能造出来1台吗？我觉得你啊不能硬黑咱们贾总啊，什么意思？根据公开报道，那么法拉第未来也就这台车啊 FF91 这台车造车9年，一共呢交付了14辆，平均1年是1辆多，绝不是1年1辆啊！你不能在这瞎编，是不是？那么这14辆车都卖给了谁呢？根据媒体统计，14辆车里边啊有3台卖给了自己的员工。其中上一台13辆卖给了自家的高管，而且在法拉第的官网还把其他的这几位购车人的头像都列出来了，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啊！我一看这也行，是不是？只要买他们家的车啊，就可以免费给自己做广告。你这反正一共就这8个人，每一个人都在这列着，我觉得还可以。当我可以还没说完的时候，我发现在左下角，这不是我们贾总吗？原来贾总他自己也买了1辆，是吧？行可以啊，可以，自己造车自己买，你这到底是卖不出去，还是产能不够呢？根据媒体报道啊，贾跃亭表示呢，法拉第未来我们的新品牌发布啊，比亚迪它也不是对手啊。行，失敬。不仅如此，造车交付第13辆之后啊，法拉第未来呢还给贾跃亭涨薪50%，目前的薪金啊将会从40万美元提高到70万美元。恭喜贾总，祝愿贾总啊早日回国。哪个尔同学说，主播这就不懂了不叫只造了14台，而叫全球限量14台。
你看什么叫情商，对不对？还有同学表示，贾跃亭说的是实话，比亚迪不是对手（括弧比亚迪的 PPT 不是对手）。要不说咱们直播间里边这些人，你这是都屈才了，是吧？来看华为和鸿蒙的消息啊，最近余承东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Windows 的 PC 电脑可能要停止供货了。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华为呢将会使用鸿蒙 PC。原因非常简单啊，根据直播，余承东透露，由于制裁相关的影响呢，电脑端的 CPU 芯片将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所以呢，预计未来华为将会采用自家鸿蒙系统的 PC 产品，包括呢 Windows 系统恐怕也会被制裁。那目前呢，我们来到鸿蒙的官方开发者网站就可以看到华为的 PC 端的网页界面。目前鸿蒙系统呢是一端发布，覆盖多端，包括手机、折叠屏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大屏电脑的设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操作逻辑文件管理器、天气界面等等都已在官网上架。看起来呢，这个事儿是箭在弦上，即将发布。有同学表示，之前不是说英特尔的处理器可以卖给华为吗？怎么现在又不让卖了呢？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得这么想，是吧？这个毕竟是人家倡导的自由市场嘛。自由市场是什么意思？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有同学表示，自由市场还拿不到阿美利卡的处理器吗？自由市场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自由地制裁你这就叫自由市场，是吧？没招人家卡脖子，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鸿蒙 Next 纯血版之前给出的进度来看呢，在2024年的4季度将会带来鸿蒙纯血版系统。目前呢，开发者官方网站已经开始测试各种各样的比较新的华为设备。关于鸿蒙系统的前景，满分100分，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你觉得纯血鸿蒙系统能成功吗？关于这方面，咱们之前也做过非常详细的分析，大家可以看一下本频道置顶的视频。我们对于鸿蒙系统之前的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教训，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操作系统都做了分析。海外各大巨头都曾经尝试过做系统包括三星、诺基亚、黑莓等等，但是最终只有谷歌和苹果2家取得了成功。华为要想取得成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当时呢，还有很多同学说，那是中国企业没做系统中国企业要是做系统，肯定成功但是咱其实那期节目里没聊到，实际上中国的几大巨头也都曾经尝试做过手机系统比如我们熟悉的 BAT， 比如说当年百度曾经做过百度的手机云 OS， 腾讯曾经做过手机的 TOS， 阿里云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收购魅族做了阿里云 OS。 只不过呢，虽然都投入了几十亿上百亿的巨资，不过最终 BBA 所做的手机系统全都失败了。那么华为同样是巨头，凭什么它就能成功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期关于纯血鸿蒙的分析。目前来说呢，不论你成功与否，制裁都已经摆在脖子边了你成不成功都得干。所以期待华为的纯血鸿蒙系统能够成功，加油！当然了，关于鸿蒙系统它具体啥时候发布大家猜一猜，你觉得4季度它应该是哪一天发布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有同学问主播怎么判断，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哪一天，没错就是搞定绿泡泡那一天。觉得主播说的也可以打个6，是吧？因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好像还没搞定。我感觉搞定了它这个系统呢，应该就不存在什么障碍了。OK， 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学主播用嗓子过度，是吧 ？OK 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有缘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这是谁掉的硬币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跟大家说一个艰难的决定啥意思？经常看咱们节目的同学应该知道咱们这个频道就是拿言个人这个频道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做咱们科学表扬呢，也做了180期了一周1期，这也做了好几年了。但是至今为止呢，咱们这个频道一个广告都没接着，就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频道没有任何1分钱的商业价值。因为咱做这个内容呢，就厂商不愿意看，人家也不愿意给你投广告，用户呢也不满意因为咱们经常表扬各种各样的产品，所以整体的播放量就始终上不来。各大电商平台一看你这播放量这么低，让你带货你都带不动正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在第11年终于收到了一个广告邀约，
当时啊，我们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激动地、颤抖地打开了这个广告邀约，上面写的是 ：UP 主你好啊，看您这个频道很合适和我们合作呀，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行业是。来，同学们啊，大家觉得这个内容我接还是不接呀？所以啊，我过去这11年的教训呢，也让大家吸取一下教训，是吧？想要做自媒体的同学啊，应该了解一下我的这个经验教训啊，并不是说你有点播放量、有点粉丝，你就能挣到广告费，不是这样的。咱们做了这么多年，一期广告也没接着，好不容易来一个广告，还是成人用品。关键咱这个内容经常做的都是一些测试类的，测试完呢还要拍成视频去展示，你说你让我怎么展示？所以呢，希望大家入行需谨慎，除非你有这方面的打算啊，否则呢不要向主播学习。那说到这里呢，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啊，就是主播这个内容恐怕要转型一些啊。目前每周这么表扬各大厂商，这个频道确实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呢，除了表扬厂商之外，我们会在频道内呢放一些车方面的内容啊，就是开车嘛。开车估计有一部分同学可能爱看啊。之前咱们也发了一些关于小米苏7、问界 M9、理想汽车、领克汽车等一系列的测试。但是呢，发完之后呢，就有不少同学留言说啊，主播我们来看你是看数码产品，你现在发汽车啊，我就要取关了。这个抱歉啊，这个让您失望了啊。但是呢，因为主播还得吃饭啊，所以呢不能一直只发数码产品。如果您要取关啊，我也表示理解。但是呢，我们后面的确要在科学表扬中间穿插一些汽车类的内容。您要是取关的话呢，就抽空啊可以回来看一看科学表扬。但是其他的内容呢，我们得尝试去找点饭吃，要不然就饿死了。感谢理解啊，不理解也感谢。说到汽车，过去1个月的热门车型小鹏 Mona 03这款车啊，因为以其低廉的售价引起很高的关注度啊。正好呢，我们同事也有购车打算啊，那我说你干脆就整一辆吧。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辆低配版本的12.9万的啊，算是长续航。中配版本的已经锁单，预计近期就会到货。车到了。主播先进来开2天啊！主播给你们测试100天，看一看这款魏小李当中定价最低的小鹏 Mona 03到底它行不行？前2天呢，我们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下试驾。该说不说啊，后备箱空间还真的是挺大。不过这个气质啊，整体来说确实有点像网约车，所以建议呢别选白色啊。我们选配的是一个这个粉色版本。过2天咱们详细给大家做测试。还没完啊，咱们继续恰饭。乐道，有些同学不了解这是啥车啊？成天出新品牌啊，没错啊，这个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本周发布会啊，这个产品呢，它定在20万多一点，而且如果你选择租店方式，它定价只有14万多。这个价格我还挺心动的啊！正好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想购车，我说你等一等，不如咱们就搞一台你通勤开呗，是吧？所以我们就来了一台乐道 L60，定价20万。我们选择了一个租店方式，最终尾款为14万5900。这款车我也去店铺里面试驾了一下啊，感觉就一个字儿，就是真的大啊，确实非常的大，比之前试驾特斯拉大多了。这么大的车才卖你14万多，行吧？预计下个月能交车，交车之后咱们第一时间要过来啊，给大家测试100天。如果不嫌烦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魏小李3家10几万的车到底表现如何？看男主播为你详细测试。好，同学问的这个租电池多少钱啊？如果是首发版本啊，核算下来1个月是480块钱。我特地查了一下，在我们本地这边呢是有2个他们的最新一代的换电站啊，是可以给他来换电池的，只有2个，而且离我们这还比较远。但是平时可能就用租电的形式了。还有同学表示要测车，现在就取关，拜拜啊！感谢您来看我们的节目。取关也没关系啊，然后反正我们每周会更新科学表扬，到时候您来看就行了。然后平常我们就会更新一些汽车的内容，实在是抱歉啊，对不起。